嗨，我是路。嗨，我也是路易斯的路。我们是旅行优先。耶！2025大阪万博的影片呢，终于来到最后一集喽。前面3集呢，除了带领各位小旅伴们参观了一些展馆，包含钢弹馆、台湾馆等等，并详细教学了如何购买门票和预约场馆之外呢，还开箱了万博的未来寿司哦。如果还没有看过前几集的小旅伴们呢，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播放清单观看哦。那这一集呢，我们会继续带着小旅伴们参观万博的场馆，除了参观热门的日本馆之外呢，还会参观8大主题馆的其中3个馆哦。然后啊，泰国馆居然还有这个服务哎，真是太夸张了！到底是什么服务呢？赶快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影片开始前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分享给你喜欢日本或者是即将前往2025大阪万博的朋友哦。那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对你有所帮助，也可以给我们超级感谢抖内我们哦。那影片开始喽！爆米花桶，卡哇伊。哇，这边呢，这边是伴手礼的自选箱，就是啊，这边网罗了全日本非常有名的伴手礼，一箱呢总共可以有挑8个，每一个伴手礼啊，你最多可以挑2个哦。像这个啊，这边有白色恋人呢，那高压的那个虾鲜贝也有。对啊，这个也有，我们有介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名的伴手礼，你看可以装成这样一组，哈吉狗，最多哈吉狗可以选8个。14から8個。14还有棉被。裏にあります。裏に。啊，那边也还有，我们过去看看。它有跟这一只联名的，这只是谁呢？虎嘴羊毛。对，就是 Hello Kitty， 还蛮可爱的啊，配色好可爱哦。这个啊，又有点像《梦幻全香》的那一本书就是那个书的铁盒。对啊，书的铁盒，它还有跟尼可卡的鸭嘴兽合作，好可爱哦，而且它好胖哦。好呆这样，有小只的，它那个眼睛真的是太可爱了。小只的感觉更圆嘟嘟的，更胖。还有这个让你夹在肩膀上，变成蔡康永的。去主题乐园都会买的那个发箍，我要戴吗？好看吗？可爱吗？Taquito Kamen 变态版的。我觉得一只小小的喵哭喵哭啊，日本人真的很厉害，可以创造出无数的商品哦。你想得到什么都有在卖，你看有卖袜子，袜子不稀奇，对不对？还有卖这个，还有内裤，喵哭喵哭的内裤，而且好可爱哦，质感非常好哦，好想买哦，穿起来应该很性感吧？有很多场馆呢，你可能不见得会去到，但是这个场馆你一定要去啊！这不是场馆，这个是一个设施。这个设施呢，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呢，它造价呢比有些场馆还要高，它造价呢需要花到2亿日币。怎么这次这么厉害啊？居然比场馆还贵！当然，就是加2025大阪关西万博的厕所，造价2亿的厕所，一定要来用用看哦。男生在这里，这是可以拍的吗？可以啊，可以拍，我可以拍。它有门呢。
哦，我以为所以嘞，不是，我以为没有门，就待在这里给人家看，结果它是有门的耶。嘿，不错，体验起来蛮舒服的，蛮舒适的。它怎么没有那个洗脸盆？对啊，它就是这样子的。哦，就这样子哦，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未来感呢。有好棒的厕所，我们应该是唯一会来拍厕所的 YouTuber 吧。这个场馆真的是蛮热闹的。场次路卡，我在西瓦路的。好北，有啊，不是我大喜欢。红字就是我是，路卡就是结尾。1秒来到泰国哎。对啊，1秒来到泰国了。现在呢是泰国正值是泼水节，泼水节，所以这边也在泼水。对，所以我们你看地上都要来是湿的。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到泰国去享受那个泼水节的气氛。不过呢，我们可以来大阪万博的泰国馆，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期待，期待。啊，这个好漂亮哦，5颜6色，色彩缤纷的，然后做的非常可爱，非常有趣，不愧是观光大国，知道怎么样吸引人群的目光。你看啊，他们在帮他做泰式按摩，哎，他那个船上那个是人妖吗？有点像，搞不好他们就是啊，这怎么是没礼貌？你要说 Lady Boy 哦 ，Lady Boy。逛那么多场馆，才发现好像少数只有泰国是有吉祥物的，那就是想要跟麦尬场。大阪车站有看过他们泰国在宣传有穿布偶装，要跟人家拍照，可能不太可爱，所以没有人要跟他拍。你看谁比较丑？你看谁比较猎奇？你看它也是5个眼睛哦，它5个眼睛哦。对啊，他们是在比眼睛多。对，泰国还是蛮有创意的。对啊，我觉得泰国的介绍比较活泼，而且还会介绍食物怎么讲啊，然后介绍观光活动怎么讲啊，值得某些场馆学习。他们有很天生的喜感。他们不只有吉祥物，还有主题曲耶，好厉害！唱歌跳舞带动唱，对教泰舞，对，真的是非常的欢乐。其他馆也没那么欢乐哦。对啊，对啊，对这歌曲朗朗上口，这个旋律台湾第一。My band 来，都会唱了，现在都会唱了怎么办？撒拜，对，撒拜撒拜 ，Kimoji 变日文了。他就是日文泰文对啊，对啊，他是日文泰，他教日本人讲泰文。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啊，而且我觉得蛮有功效的，蛮有效果。他有做出他的风格，而且看完他的影片之后啊，真正切合万博主题的那一些，例如说医疗啦、生命啊这一些的，在后面的另外一个房间做展示，然后他也不会强迫你说一定要一个一个这样子看完，还是你想看就看，那你不想看你可以离开。我觉得这样子设计安排不错啊，没有说强迫一定要跟着走，然后看导览。你在偷臭谁？你在偷臭谁？看兰花，兰花，我一定要看兰花哦！这5分钟就在这里看兰花，没有看完兰花不准走。好像是你们每个都要拍照，你看完要换后面的拍啊。对对对，要前面这一排拍完之后要换后面那一排拍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泰国馆蛮欢乐的啊，你要看就看，不看就也可以离开这样。但是我觉得，就算它后面要介绍这种泰国100种公共健康医疗系统的潜力的这一个展示呢，其实做的也是5颜6色，让人家看起来很赏心悦目。它不会因为它的主题比较艰涩，然后你就不想去看。但我刚刚也是蛮认真的看了一下，我觉得泰国馆蛮不错的，大家可以来，真的蛮推的。而且台湾人很喜欢去泰国的，你一定要来看。我本来以为结束了，你知道吗？结果后面发现有2个小房
房间，你知道是干嘛的吗？做特色的事情。嗯，你怎么知道？就是让你很舒服，撒拜的那个泰式按摩，真的也不错，免费的泰式按摩，哎，哇，太爽了吧我们刚进来前不是说1秒到泰国吗？真的，我们现在还在泰国。好夸张哦！哎，真的太有诚意了吧？而且按摩师还男的美，男的美，女的帅，没有，按摩师还男的帅，女的美。就体验而已啦，哦，体验版。完整版就要去泰国。讲了越讲越想去。我刚好是坐到那个按摩床，最爽了。超舒服的，我想然后我是只有坐在那个椅子上，我到底要放松还不放松？它下手不会太重，就是轻轻。它就慢慢加重，至少可以在这边趴着休息一下。而且它还有那个饮料，你要喝下去。是它的饮料。花茶。它整个就是你去泰国按摩的流程，但是就是精简版。太厉害！我觉得台湾馆可以学一下脚底按摩。台湾对啊，足底按摩啊，大排长龙，旁边再盖一个馆，对，脚底按摩馆，然后变成那个万国最好，生意最好的一个馆，都不用行销什么。然后整个馆在那边挨脚。按的时候，他开始播这些影片让你看。对啊，哇，对啊，好有效果。要不然不看，然后再把那个手表挂着，然后一边按，结束之后逼按到哪个部位是最痛的，最爽。也不用做问卷调查，对不对？多好用。对，这个如果你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就表示你应该去台湾馆逛逛。对面台湾馆逛完，再来逛泰国馆。你猜它会出现哪一道菜？烤水？那不对，这是通卡盖，那个南姜鸡汤。啊，不能哎，越看越想吃怎么办 I'm hungry already. Very cool. Good. Want to like very hungry and we are Yeah. Okay. Excellent. Thank you. Come on, cup. 他说就是饿了来。哇！我就跟你说，我一直闻到什么，你就说没有啊，是那个按摩的精油的味道啊。我就跟你说我闻到什么，好香，好棒。他不讲武德哎，按摩完然后就可能肚子有点饿了，现在用植物油去引诱你，然后你推开这个门帘，你看哦，超香哦，你看咖喱的味，冬阴功的味，这是免费的吗？还是要付钱的？要付钱的。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全日本最道地的泰菜在这里。还有卖那个烤水耶，烤水，烤水就是清迈的那个面，大家刚刚那边咬那个就是烤水，烤水好吃啊。泰国馆的建筑啊，具有浓浓的泰式风情，整个氛围呢是又轻松又舒服。不过呢，也有不少的人觉得啊，内容比较偏向文化展示，科技感呢稍显薄弱了点，跟万博强调的那种未来感比起来，确实稍微有点落差。不过如果小旅伴们像我们一样喜欢泰国，常常跑泰国去旅行的话，那真的会帮这个馆呢稍微有点加分。现场热闹呢，歌舞气氛加上泰国景点投影啊，其实还蛮嗨的，就连泰式按摩啊都有安排。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按了一下下，没有真的让你全身的舒畅，但是呢意思有道，也是挺有趣的啦。总的来说呢，泰国馆呢不是那种让人眼睛一亮的高科技展示，但是呢它有温度、有热情，也有泰国那种独特的魅力在里面。所以呢，旅行优先给它3.5颗星。现在要来这个 Commons Pavilion， 它就是一些小国家啊，没有钱去开一些大的展览馆啊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被集合起来，然后放到这个 Commons Pavilion 这边关进去，不是关进去，关进去，就是在里面这样集合起来展览这样子，就是可能一个摊位这样。对。然后里面有这些国家，我们现在来考考大家，你认识哪些国家呢？谁？加纳，加纳，阿肯亚，这个我知道，玻利维亚，这是什么？Costco，乱讲。啊，这个是巴布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纽几内亚。乌干达 forever。这个是瓦干达。哦，瓦干达。而且为什么瓦干达没有参加？因为他搞不好他的场馆是隐形的，你有预约到才能够找得到路可以进。搭飞机要搭那个隐形站才可以进去。那我们赶快来参观这一些国家的展览吧。
有买那个 passport， 就是集印章的，那个集章的。来这边可以一次收集这么多国家的章。对啊，对，可以让你变成印章大富翁。印章富翁你看，就是门口就可以盖了。好像不错哎，改天去这里玩。哎，这是武器耶，这好像是庙会的时候他们拿的那种佛尘啊之类的，可能这是武器。玻利维亚，看一下吧，难得认得的国家。不认得。来，请问玻利维亚在哪一州？我真的不晓得。其实我觉得啊，我现在在逛这个综合场馆啊，虽然很多国家都是没有听过的，甚至我连念都不会念，但是我内心居然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感动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国家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这些国家，然后一辈子可能你也无法接触到这些国家人，对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去了解。但是你来到这边，你居然可以一下子认识那么多你可能不会念到的，你完全不知道的国家，你不觉得很感动吗？宝宝，你这次来参观之后，对不对？好想去看看啊！对啊，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是玻利维亚的展馆，你连它在地球的哪个地方都不知道，但是你参观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它也会下雪，然后它也会有湖泊，然后也会有海鸟。对啊，你不觉得心情很澎湃吗？我觉得会啦，所以我觉得万博其实主要的一些大场馆啊，像美国、法国、台湾这些大场馆去逛了之外呢，我觉得像这种集合的综合性的场馆啊，也可以来走一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但是可以试试看。他们除了有展示摊位以外，还有贩售食物啊，还有卖首饰的摊位。百货公司，你看卖那么多天工相像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啊，其实食物呢是最容易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东西。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吃了就知道。帮你摆了一堆看不懂，而且它每个国家的摊位真的是落差，就是有的很用心很精致，有的就是敷衍一下，就觉得好像来就是啊，我来参加了。对，虽然呢这些综合场馆呢不像大型国家馆那么样的气派吸睛，但是却集结了许多我们平常很少接触到的小国家哦。不只是能够看看他们的文化，有的还可以买到在地的商品，尝试一些特色的料理，说不一定呢还会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哦。旅行优先呢给这一类综合馆呢3颗星，推荐给喜欢探索世界多样面的小旅伴们哦。我们刚刚进入了一个圆柱的空间，四周围就是投影布幕，展示了他要介绍的影片。根本没在看，我有点恍神了，所以没有再仔细的看。我看到后面也觉得，正好我也放空了，然后就不知不觉就突然发现我们刚刚进入了那个区域啊，原来是一个电梯耶，就这样转啊转啊转的，我们就到顶楼了。我还想说，到底要怎么上来这屋顶？没想到有这个巧思。好啦，给过，默默的就上来到2楼了。那现在就是我们顶楼看出去的风景，不知道它要呈现什么意境。沙漠里面的主子。老实说，参观乌兹别克馆的时候呢，我有点恍神。不过这个馆呢，还是蛮有中东加中亚风情的哦。最神奇的啊，是它圆柱形的大电梯，整体感觉啊，就是那个电梯值得一看。评分嘛，旅行优先呢会给它2.5颗星，因为啊，虽然有惊喜，但是整体也没有到很吸引人。
土耳其馆呢是最容易进入的场馆之一，因为我们刚刚就从旁边经过，哎，看到都没有人在排队，就这样走进去，然后就出来了。所以我就说它根本就是一个土耳其的主题餐厅。主题餐厅，对，它楼上是餐厅，楼下大概就只有2、3个画面可以看。有东西吗？刚刚有看有东西吗？有那个土耳其的国旗上面、那是餐厅的装饰，那是餐厅的装饰，这是一家餐厅。不是，它是一个没有啊，那是它的国徽还是什么？对啊，它就是土耳其的国徽在那边啊。餐厅的装饰啊。对，然后整个很像夜店，走进去，我觉得他歌蛮好听的，我很想要问他说这哪里可以下载这个歌，夜店风。就是个餐厅。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吃土耳其餐点的话，就可以来这边，来这个餐厅哦。对对对。土耳其馆呢，以鲜红的外观和日月为主题，吸引目光。但是我们实际走一圈之后啊，发现了有一些像卡帕多基亚的那种风格的百货造景。然后楼下是夜店风，楼上是餐厅，再加上服饰啊和纪念品，整体的展示内容呢偏薄弱。如果路过呢，不用排队可以去看看，不然呢建议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展馆。我们给土耳其馆呢1.5颗星。这个呢就是亚塞拜然馆，亚塞拜然有听过哈？在哪里不知道，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中间有几座舞娘的雕像在那边旋转跳跃，你瞎了眼，真相看不见。对，所以我们就决定走进来看一下。亚塞拜然馆也蛮不错，它就是外面装潢的非常的漂漂亮亮的，对。然后进去一下就又出来了，不用动脑筋。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馆其实也蛮不错，大家应该也都会非常喜欢，因为你看就是这样子啊，也不用排队啊，就这样就可以走进去，然后也不用花一大堆时间那边看无聊的，然后很烧脑，然后看不懂的一些展示品之类的，很快就可以出来了，这样又可以多收集到一个场馆，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一举数得，因为大家都喜欢拍美美的照片。对啊，够美够美，拍得够美，不浪费时间，然后很快可以收集场馆，所以亚塞拜然推荐哦。都听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反串。真心推荐的人。日本馆是不是也蛮难预约到的，对不对？哇，这次能够刷到，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如我们前面说的啊，就是无时无刻就要刷一下那个 app， 比较有机会可以抢到。好啦，总之呢，我们现在进来日本馆，我第一眼的感觉就很像高级的饭店度假村。上次我去那个什么英迪格的感觉，哪一家？全山那种高级的5星级饭店，就是这种装潢调调。而且每块木头都有香味，好香哦。好香，好像有喷那个精油的感觉。日本馆呢，总共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呢是 plant， 第二个呢是 farm， 第3个最后一个是 factory。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循环，所以从哪里开始都是一样的。到了日本馆才知道，我们平常啊会用到那些发酵的那些菌种啊，这么美，那么漂亮哎，真的是太小看它了。泡盛啊，就是那种烧酒类的最漂亮，最喜欢。看到第一个相关的联名卡，它是公仔，对不对？库伯利克熊不是公仔，它不是公仔吗？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库伯利克熊啊，就是这些元素，然后这些元素就是从那些废弃物变来的。那些有机的废弃物啊，它就会被分解成，例如说变成热啊，变成水啊，质素这些东西，用细菌、有机生物来分解这些垃圾。这样，它这边就展示了碗可以做生物分解的意思。这些碗啊，就是可生物去分解的塑胶，这些都是塑胶，它就是可以分解之后，然后回归自然这样。这些就是以后比较环保的材料，搞得很像是有生化人跑出来的那个缸子，啵啵啵啵啵啵，它就是用很可爱的 IP， 有名的一些动画啊、卡通人物啊，来解说这些可能比较枯燥无味的一些资讯。你看这个我跟他不太熟，你跟库伯利克熊不熟吗？不熟，我跟公仔不熟。
穿过了日本馆美美的中庭水池之后啊，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日本馆的卖点展区。这里呢展示了来自火星的陨石哦。我以为可以伸进去摸，它反正那个可能就是碎片，弄得让你给你摸，整颗都不给你摸。整颗不能摸，好奇怪。我就想要摸那一整颗的。火星陨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那个台湾 Tech World 前面有一颗更大颗的可以摸，爱怎么摸就怎么摸。接下来的 Farm 区呢，则会遇到永远18岁的少女 Hello Kitty。不过呢，不是一般的 Hello Kitty 哦，而是变身成32种不同藻类版本的，有三角形啊、方块形啊、四叶草形等等，超级可爱的。原来日本馆呢，想用 Hello Kitty 来介绍藻类的多样性，让我们了解藻类不是只是水里的绿东西而已哦，还能够作为燃料啊、保养品、食品等等，兼具教育又萌感十足啊。我们现在看到啊，是日本馆的一个未来工厂的展示，它那边有机械手背在制作3D 列印的板凳这样。那我们看到的这些啊，就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他整天都要在这边装忙，就是看看刀杯啊，然后摸摸电脑啊之类的。来看那个3D 列印的原料，他确认那个机器人还要对啊，就是他们标准动作啊，只差确认啊，好像很帅一样。专业的演员。而且他们不知道是几个演员在那边轮的，我们目前已经看到基本上有3个，他轮要装忙一整天，满足你偷窥的癖好。我想跟他 say hello 的，他应该不会理你吧？等下其他工作人员说请不要这样子。逛到这边来发现，怎么这个东西越看越眼熟？就他做出来的成品，就是刚刚放在里面给他做的板凳，把那个分解回收的制品当做3D 列印的原料，打印这个壁纸。我觉得它不是只是学术性的说而已，就是整个有实际应用。对，它有实际应用给我们看呢。我很好奇，刚刚它的3D 列印的那个椅子要卖多少钱？搞不好有在贩卖哦。这个就是刚刚机械手背3D 列印出来的椅子，很漂亮呢，很漂亮，来坐一下。舒服舒服。最后的 Factory 区呢，是由日本国民天王哆啦 A 梦化身导览员，带你呢从素材到物体，了解日本如何做到循环型制造。通过这样的展示呢，搭配哆啦 A 梦的解说，让大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理解未来永续的制造方式。日本馆啊，真的太值得一看了。我们出来之后啊，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哇，日本果然还是日本呐！展示的内容呢，深入浅出，连循环的概念呢都变得超容易理解的，还用了像 Hello Kitty 呀、哆啦 A 梦这样子大家熟知的 IP， 使得整体氛围呢变得生动又亲切。整个馆的布置啊、声光投影、展馆设计等呢，真是让人惊艳，也完美的呼应了万博的主题，从内容到美感啊，都让人觉得不虚此行。所以呢，旅行优先，毫不犹豫要给日本馆满分5颗星。大阪万博呢，总共有8个区域。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里面的特色区。特色区这边呢，会有8个主题馆。那这8个主题馆呢，都是找日本的各界的专业人士，总共8个。然后每一个人呢，设计了一个主题馆这样子。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主题馆呢，就是当初预约的时候有抽签抽中的这个生命巡回的冒险。这个主题馆呢，会有2种体验的活动。这2个体验活动是分开抽签的，一个是超时空 Thea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Anima， 不同的报道口，不要走错了。里面不能直播，不能开闪光灯，手机要关机，可以吃东西，但是汉堡跟可乐是不可以喝的，是不可以吃的。抽烟不可以，但是电子烟可以。然后男生女生不可以手牵手，要分开。男生女生不可以一起进去，2个男生2个女生可以。3, 2, 1, jump!
它其实前面营造的有点悬疑的感觉，在黑漆漆的空间里面，然后它的投影布幕有非常的多片，呈现出一种有点悬疑，然后奇幻猎奇的那个效果，搞不清楚说你到底要看什么，要享受什么样子的一个展览的体验。但是呢，到中间之后呢，整个画风一变啊，然后整个的声光效果出来的之后啊，就觉得哎，冰冰冰冰，感到非常的哇，好震撼哦，非常的震撼。它感觉就像是参加了一个太古版的电音 party 的样子，整个非常的嗨，然后让你会非常的投入。我觉得这个场馆真的是很值得去耶，这个阿尼玛展大推，值得预约来参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这一个生命动态的平衡馆。我们刚刚就是非常的幸运的递补到取消的那个名额，所以啊，如果小旅伴们有在这一区的话，这个生命动态平衡馆，还有刚刚那个生命巡回的冒险，以及那个生命的未来这3个馆，然后门口呢会有摆那种就是当日取消的名额，有 QR code， 你可以去扫它，幸运抢到的话，你就可以递补取消的名额哦。This is not a history of struggle for survival, but a history of cooperation to continue life itself. それは生き残りをかけた争いの歴史ではなく、命をつなぐ協力の歴史なのです。私たちもまたこうして途切れることなく紡がれてきた多様な命の流れの中に連なっているのです。我们看完生命动态平衡馆呢，觉得有点小无聊。前面觉得哇，还不错，然后后面可能有点长，后面开始放空。它其实有点像是光点版的动物星球频道，就是它用很多的光点啊，然后营造出很多的自然生态的动物的那种多样性环境。对。然后只要讲到生命呢，一开始一定是细胞分裂，然后 DNA 转。对。一开始还觉得搭配音乐好像还不错，但是时间一久之后开始好无聊，而且腿好酸。然后说结束了没？结果想说结束了，还要再看一段影片。然后那段影片呢，就是这个场馆的设计者在那边讲解一些学术性的东西，更想睡觉，非常的自恋。这位福冈伸一先生，里面环境又很暗，你就会更想睡觉。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生物学家，所以在营造出令人感到有趣啊，然后吸引人的这种展览方式的呈现上呢，可能不是他的专长。刚刚那个阿尼玛就是空间小小的，可是声光效果很不错，你就不会觉得无聊。那个阿尼玛的创造者呢，就是和生正治先生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动画的导演、视觉艺术的创造者，难怪他对这一方面呢非常的在行，让我们非常的享受。对，就不要怪生物学家。我们不要怪生物学家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那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场馆，走。我们要来看的是8大主题馆其中的一个，叫做生命的未来主题馆，也是我们当初预约的时候抽签抽中的。这个主题馆的亮点就是那个仿生人，非常的期待，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走吧。
我们现在看完生命的未来馆了。Future of Life。那我们刚刚本来是想要，因为有撞到时间，最后的那个水舞表演跟这个叫德仪，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馆。看完出来之后，我就想说，还好有来看，对，真的是太棒了。这个馆呢，主要是展现未来有仿生人的社会，它还搭配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奶奶跟她的孙女的故事。对，然后它这个故事呢，是用很多个房间去呈现这一整个故事。那每一个房间的呈现的方式啊，也都不一样。故事看到后面，你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人，真的是啊！我看完这几个馆啊，唯一让我痛哭流涕，唯一让我感动落泪的就是这个馆了，就眼泪就这样子。这样流下来，真的是太棒了。这个馆啊，就是探讨了一个议题，就是未来当我们的肉体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以仿生人的躯体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是要自然死亡呢？对。最后那个阿嬷呢，就问那个时候的医生一个问题，留给小旅伴们自己来体会。你一定要来，如果有来大阪万博的话，一定要来这个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仿生人真的是超厉害的。有一个搞笑艺人有没有？中子就是他，就是如果有在看那个日本综艺节目的，一定都会看到他哦。他有仿生人呢！天哪，未来如果他怎么样了以后，他的记忆直接就灌入那个仿生人里面就好啦，他就可以永远的活着了。总之呢，这个馆呢非常推荐小旅伴们来看，这个馆超推，所以来万博一定要抢这个馆哦。对，没错，这个是万博的8个区域里面特色区的8个主题里面的生命的未来，生命的未来馆真的很棒。好啦，影片也来到尾声了。我们这次带来的4支2025大阪关西万博系列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们知道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展馆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满满的意犹未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再次前往万博，探索更多的场馆与最新的体验。那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最新消息呢，请记得追踪我们的IG 和脸书哦。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